各位網友，大家好啊！玩書走天涯，走進歷史，走出現實。就在2026年這個現實中間呢，玩書開年還做了個視頻啊，講了2026啊，亂象開局，窮則思變啊，講這個話題。那麼玩書有一個事兒呢，一直納悶，這為什麼現在的左媒啊，他曾經也有過高光時刻。為什麼現在是一團漆黑呢？一片漆黑呢？玩書想不通啊！今天玩書想通了啊！所以在這個玩書透視欄目裡面，跟大家分享一下玩書的心得。為什麼左媒曾經有過高光時刻？你想當年這個《華盛頓郵報》揭露這個水門事件，是吧？那個不畏權貴啊，是吧？不畏這個尼克松啊，不怕啊！還有我們這個 BBC 是吧？那個當年北愛爾蘭事件也勇敢揭露啊。那為什麼現在這個伊朗民眾上街是吧？委內瑞拉這個民眾這個上街，這個呼聲可以充耳不聞，也不報道啊，降調處理呢？這不走向人民的反面了嗎？對吧？有點奇怪啊。反過來說，他現在什麼？一個白左一個女的開車撞這個 IC1啊，美國的這個執法人員，他被那個打死之後，那個家伙呢開始在全國組成要抗議是吧？那個川普在電視裡面說了，這抗議的人是哪來這些這個長得又醜又破的抗議者呢？哎呀，真厲害！他們之後發現是花錢買來的，那個水平高啊！你能夠反川反到這一步啊！當然了，我不說白左全部是买来的啊，起碼有不少人是買的。你像這個伊朗那個街頭抗議，上百萬的民眾上街，你看不到啦？上百個城市都在要暴動、要起義、要革命，你也不報道也看不到啦。那個幾百人去上街遊行，你就抓着拍了這個現在左媒淪為這個完全的謊言工具，那不僅是假新聞，還是這個謊言新聞這個我還是一直沒想通，今天想通了啊！怎麼回事呢？照理說你談到反川，對不對？你反川，你自己有自己一套理論吧？川普抓了馬杜羅是吧？川普去支持伊朗，那我就反川普，我就支持伊朗的神權政府支持馬杜羅，把每個人民都害死。你這個講不通啊，對不對？你這個他反什麼我就反什麼，是吧？對不對？你為了反川而反川，不至於吧？是吧？所以我還是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當時這種情況這個很有意思了。我跟大家講這個左媒的可笑之處在於什麼呢？在於他這次的伊朗這個革命戳動了他的敘事邏輯。戳動了自己的命根子，把命根子被別人捏住了。他這個整個一套的敘事邏輯要維護他的這個邏輯性，一旦有一個地方缺錯了，他整個要崩塌。所以他死活要維護這個伊朗的神權，要維護馬杜羅。他不是要反川普，他是反對你反他的邏輯。這個玩書跟大家講講，這個左派邏輯實際上說起來蠻簡單，宏大敘事蠻簡單。玩書要是搞，我也可以當左派。第一個，搞一個宏大敘事，就是占領一個最高的道德最高點，比方說全球化，是吧？讓全世界老百姓都富裕、都發達，好不好？那肯定好啊，是吧？世界大同，對不對？要消除貧困，好不好？好。找一個宏大的逻輯，尤其我們這個奧巴馬的馬克思主義 2.0 那個對吧？當年馬克思 1.0 那個當時对吧？是吧？在19幾年、20幾年的時候，那個風靡歐洲一個幽靈整個風靡了，是吧？那大家這個左派一哄而起，全擁護，之後搞得失敗了，東歐失敗了，是吧？巨變了，是吧？後來廢了，但是他這個沉渣還是個老根那個地方，找一個宏大敘事。全球化，是吧？反帝國主義，是吧？要反殖民，對不对？幫助弱勢群體，是吧？反做種族歧視，這就是奧巴馬搞的2.0。DEI 文化高大上，
搞起來之後呢，我們要成立政黨，為什麼呢？這麼高的目標實現起來很難了，那不搞個政黨是吧？你這個要搞個政黨的時候，你是吧？那不搞不成的嘛。那政黨裡面呢，你要個人服從集體啊，這麼難的事情要靠集體來做啊，靠一個團隊來協作啊，對不對？是不是啊？個人要服從集體，對不對？哎，不能搞資產階級那套東西啊，自由化，對不對？哎。是吧？三大邏輯啊，第一個宏大敘事，第二個要有集體，一切要同意集體，第三個那就是獨裁啦。那集體意見不統一怎麼辦呢？那聽老大的，哎，在伊朗聽這個赫梅尼的，那在民主黨那聽奧巴馬的，我就是這個是老大，哎，那你們都聽我的。你所以看民主黨現在投票，雖然奧巴馬已經下台了，民主黨投票那麼整的國會投票整齊劃一的。你共和黨裡面那他有還不同雜音，那民主黨那是整齊劃一的，那他一致，那不能允許任何雜音的。你跟共產黨差不多，老毛嘞，我就是正確，為了中華民族，為了中華的事業，那我是正確，哪怕你這個是國防部長彭德懷，什麼第二個什麼這個排第二的這個憲法排第二的林彪拿下，劉少奇該拿下殺掉。那你不聽我的得了的，對吧？開玩笑，那麼那都要叫到獨裁，你才知道吧？哎，你三段論嘛，對不對？哎，左派三段論，所以我說這個左派東西它是有根深蒂固的這個是吧？有淵源的，哎，那一脈相承的，從馬克思1.0開始，那個是吧？到我的奧巴馬的2.0，是吧？那厲害得很。我說句實話，當年的左派羅斯福也是左派，羅斯福說句實話也有這個根子，宏大敘事啊。是吧？那我要這個要創新吶，要革命吶，要保護窮人利益啊，好不好？好，但好之後你要聽我的，哎，要消滅希特勒，那搞不定，那這個讓蘇聯幫忙也可以，有跟蘇聯供武器是吧？跟斯大林對吧？多塞爾搞在一起，然後我也可以綁定，骨子裡面還是傾向於什麼這個獨裁的。哎，我告訴你是羅斯福當然完了，所以就可以評價一下為什麼呢？他已經死了好多年了啊。但是他當年搞的那些東西，他還是有這個骨子裡面他是有的。哎，丘吉爾就不一樣，丘吉爾是反對。哎，丘吉爾認為是我們這個大英帝國跟美國應該是吧，兩個人穿一條褲子，對不對？你別老是跟那個斯大林穿一條褲，那怎麼搞的？怎麼那個世界觀是不一致的唄？但羅斯福的還有我偏斯大林一點點，哎，多少還搞一點點，是吧？所以這個奧巴馬2.0是有這個啊，這個是左派的骨子裡面是有這套東西的啊。你看，就包括現在我目前的啊，這個加拿大自由黨卡尼，是吧？英國的這個工黨的斯塔默，還有澳大利亞的工黨的是吧？阿爾巴尼斯啊，都是一丘之貉。你別以為你不能反對我的。你看這個疫情期間是吧？卡車司機遊行，那特魯多牛逼得很吶啊！你反對我，那抓起來是吧？怎麼能反對我呢？我是為了打疫苗讓大家好，你怎麼反對我呢？所以左派一個動作，跟他王安叔跟他表演一下啊，這是當年這個是北大清華的教授表演過的，這個為人民服務，我是站在最高點，是不是的？老子要為人民服務，你怎麼能反對老子呢？對吧？哎，我為人民服務要一輩子為人民服務，哎，我的卡尼自由黨你也不能說是吧？哎，你這個什麼？斯塔默，你這個什麼 X 想反對我，那反對我把你禁掉，哎，所以現在是斯塔默聯合什麼這個卡尼什麼阿爾巴尼斯要把推特要在英國在歐洲要給那些封禁，你怎麼能出來不同聲音呢？對不對？咱們就是一定要是一個聲音，哎，對吧？民主黨就一個聲音，哎，這就是我們左派，對吧？哎，那麼所以我這個宏大敘事是吧？這個是要帝國主義啊，反對美國是吧？反對美國帝國主義是吧？反對殖民是吧？要那個種族反歧視，哎，那個我跟我這個像什麼這個真主黨啊，那個我們是觀點比較一致，哎，那個哈馬斯是比較一致的，所以我們支持哈馬斯，哎，巴勒斯坦獨立是吧？哎，什麼伊朗這個國家裡面搞的反伊斯蘭了呢？伊斯蘭是我們推崇的這個是吧？這個反種族歧視的樣板呢？你怎麼你伊朗人民要反伊斯蘭呢？這個不能反的，那一反我們就杀掉了，我們的邏輯不對了，是不是？哎，那個是吧？那個左派那個套路對不對？你這樣搞那不行了，是吧？所以說啊，我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左派的邏輯，現在遇到了伊斯蘭，遇到了伊朗就被戳破了，哎，他不站在人民利益上面。
他站在黨派利益上了，站到黨派的領袖的一個人的意義上面。哎，所以你這個就戳破了，那不是反川的問題，那麼簡單，對不對？所以邱志鶴啊，談到反川呢，我再談談當年2016年這個川普上去之後啊，2020年不是選下來了嗎？有人說那選下來是老百姓選下來的，我還是跟大家談一個真相，透視一下啊。我講個例子，你們看能聽懂啊？夫妻兩個人結婚了，結婚4年以後呢，離婚了。我問大家一個問題，他們4年後離婚之後再結婚，又過了4年，再結婚的概率有多大？就是說一個人結婚了，然後離婚了，又再婚了。一個人想這個觀點，從這個投票川普，然後又不行投票拜登，然後再投票川普。這種概率有多大呢？我告訴大家，玩說的這個目測啊，一般人不會超過5%到10%左右。就一般人呢，就是我離婚就離婚了，我不會再找他了。哎，離就離了，對不對？哎，那再找這個人是吧？這個是再續前緣的概率就是5%了，絕对不能到10%。為什麼呢？一般人他是這樣，他一般這個事情是做錯了，一旦承認了。他再反過頭來再承認他原來就做錯了，這個很難的。所以當一個國家的老百姓選擇川普，為什麼選川普？當時川普這個一張白紙啊，也沒當過政客，是吧？是因為覺得這民主黨太亂了，爛到了極致。那我對不起，我選一個新人，選個素人。選個素人呢，當然有可能選上去之後呢，幹得不好，別人就反對的，很正常，對不對？如果但是呢，選上了拜登之後再選川普，這種人应該少之又少，就不可能這樣變化。那說白了什麼意思呢？我還說怕大家聽不懂，就是大家沒有變化，選川普很好，再選還是川普，但是呢你作假了，把拜登搞上去了。老百姓實際上選了3次川普，在你面前只選了2次，這種奇怪的事情能夠發生，這是不可能的事情。要否定川普，下次也否定。我選個普川，我也不選川普，對不對？哪怕是共和黨，对不對？我不選他。人就這樣的，能夠連續這個選2次，中間隔1次，實際上沒有類似隔的，實際上是1次，每次都選川普。大家老百姓，我指的是平均數啊，全部搞假。現在大家慢慢看出來什麼？富爾頓縣的事兒，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慢慢就會揭發出來，他們都會抓牢裡做的。這重罪啊！所以說我說啊，這個奧巴馬這個搞這個民主黨搞這個是他那個叫推翻民意是吧？2016年的時候選上了這個川普，你怎麼選上？他不邏輯嗎？你怎麼選上的？老百姓怎麼選川普的？那上當了？那我是唯一正確的，那川普是錯誤的。選上他是讓美國走向災難，所以我搞些內部操作，我也把它翻下來，這不是屬於搞的通俄門事件嗎？栽贓川普嗎？奧巴馬搞的嗎？這個就是一黨專政獨裁的一個典型特徵，大家聽懂了嗎？所以他們是一脈相承的。所以為什麼現在這左媒現在這一片漆黑呢？看不到事實呢？不站在人民立場說話呢？是他們現在已經是一貫不站在人民立場說話，站在什麼？站在獨裁者的觀點說話，站着所謂的宏大敘事，奧巴馬2.0，馬克思主義的他東西，世界大同，全球化，個人服從集體，是吧？反殖民反種族歧視，多元化包容，他講那個宏大敘事，似乎把全世界都包容起來了。我是理論是最高理論、最高道德，我站在上面，誰都不能反駁我人物，你一定拿下。這就是左派的惡毒，左派的邪惡。好像說呢，這今天把它點破啊，但是呢，話說回來啊，我也希望我們的左派的啊，美國的民主黨啊，加拿大的自由黨、工黨、英國工黨，你們懸崖勒馬還來得及，好不好？跟上川普的步伐，跟上我們的常識治國，不要再搞那套東西，好不好？以上觀點講的不對的地方，
大家和万叔互動，打在屏幕下方，謝謝大家。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什麼時候也能把我想起。